好，那么我们上节课呢谈到了这个数据通信的一个基础啊，在数据通信里面呢，我们谈到了各种的标准、各种的这个标准化组织啊，而且呢谈到了一个东西叫做协议啊，就是通信的一个标准叫做协议。那么最常见的就是 TCP/IP 这个协议，然后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平时所用的这个网络呢就叫做 IP 网络。那么这节来看 IP 网络的一个基础概念。刚才我们上节课在谈标准的时候谈到了一个东西叫做 OSI 的模型。那么 OSI 作为一个组织来说那么它呢对于整个的网络通信去定义了一个模型啊，这个叫做 OSI 的 RM 啊，叫做 RM， 叫做这个参考模型 reference mode 啊，叫做参考模型。那么 OSI 这个组织定义的这个模型OSI 的这个模型有以下的优点。首先，它简化了网络的相关操作，提供了设备之间的兼容性和标准的接口，然后促进了标准化工作进一步的细分，然后结构上可以分割，易于实现维护。这个是怎么来讲呢？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啊，有些同学可能会考虑到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我的一个数据通信从我这儿做出来，一直到发给你，然后你再给我一个回应，在这个里边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自己去搞定，这个是不现实的。为什么呢？其实现在好多了，比如说你现在就是说我写一个程序也好，我做一个，比如说我 QQ 传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啊，我只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剩下的事情其实电脑帮我完成了。但是你想想看，在早期的过程中，如果操作系统还都是那种没有图形界面的，那么网络也不是特别好，还是低速网络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关心很多事情，你这个数据才能传得出去。那么 OSI 简化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将整个的工作分层完了以后，我们把这个东西一步一步的都分隔开来，各干各的。所以说它提供了兼容性标准接口，同时促进了标准化的工作，各干各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 OK， 既然是各干各的，我就可以把我自己所做的这一部分做得更精确更标准化，而且简化了相关的操作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网络的内容里边网络课程的教学里边，一定会谈到一个叫做 OSI 的模型的问题，这个是不可规避的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 OSI 的模型的分层。OSI 呢，将一个通信将数据通信的一个过程呢分了7个层次将其分成了7个层次，从底下到上边分别是1到7。注意第1层在最下边，第7层在最上边有的时候有些同学可能会被记混认为第1层在最上边，最后一层在最下边，这不是地狱这个是盖楼1层在下面这个最高层在最上边而且我们也没有18层，对吧我们就7层。好，我们下面一个一个来看。第一层叫做物理层，第2层叫做数据链路层，第3层网络层、传输层然后第4层传输层，第5层绘画层，第6层表示层，第7层叫做应用层，一共7个层次一共7个层次。进而呢，我们将这7个层次呢分成了几个部分。首先，上边的3层我们称之为叫做高层我们上边的那3层就是5、6、7这3层，我们称之为高层那么这些高层负责的是什么呢？是主机和主机之间的数据传输负责的是主机的传输，主机和主机之间，说本来就是主机和主机之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么下边是负责什么？下边注意1、2、3、4这4层我们通称为底层或者叫做低层，它负责的是网络上的数据传输。注意，在这里边主机和网络的分开主要是什么呢？这2个地方的分离主要是说在功能上进行了分割。 OSI 的分层是什么？提供设备间的兼容性，结构上或者说功能上可以分割，并且简化了网络的操作。我们来看主机之间的数据传输，在这个位置上它定义的是什么呢？你的作为一个 PC或者说作为一个主机，你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而对于下边的网络的传输啊，负责网络定义网络的传输，那么它定义的是什么呢？是作为网络上面或者说网络设备上面你应该怎么去传输，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你的网卡怎么去做，还是你的操作系统怎么去做，甚至于啊，我们可以认为前3层就是高的这3层5、6、7，他们去定义的是操作系统层面的事情，就是系统软件里面的事情，而对于1、2、3、4，他们更多的定义的是硬件的事情。啊，比如说你的网卡怎么操作，啊，比如说你的线路怎么操作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啊一定要分开的，一共7层。好，我们来看看每一层都是干什么的。在这儿我会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归纳，每一层都是干什么的啊？每一层都是干什么的？当然，这个归纳不是很精确啊，只是协助大家去记忆的。首先，第一个应用层啊，我们从上往下看，第一个我们来看第7层应用层。应用层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看有些资料上英文呢被称之为 application。就是那个 APP 开头的那么一个单词，啊 ，APP 大家很熟 ，APP 就叫做应用，啊，所以说这个层次叫做应用层 （application layer）。那么应用层，我们在这儿看到提供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其实呢，应用层负责的是什么？应用层负责的我们叫做人机接口，就是你人和 PC 之间相互去交流的这么一个东西。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 QQ 的一个对话框。可能是网页上的一个下载的提示啊，等等一系列东西，这些东西都叫做应用层。那么应用层，我们说人机接口，我们简称叫做 UI， 啊，叫做 User Interface， 啊，叫做 User Interface， 用户界面，我们简称叫做 UI。应用层主要负责处理这个事情。啊，主要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比如说，他去决定啊，这个东西是以一个 HTTP 的形式，就是网页的形式帮你展示啊，还是以一个这个流媒体的形式帮你去展示，还是以一个什么形式去帮你展示，这是应用层的事情。第二个，第6层表示层，表示层英文叫做 presentation， 啊，叫做 presentation。那么对于表示层来说，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叫做我们在这儿看到叫做处理数据格式、数据加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表示层啊，它负责的其实我们应该叫做编解码。啊，表示层其实它应该负责的工作叫做编解码。那么表示层呢，一共完成3个工作。啊，我们可以认为它完成3个工作，事实上呢，就是一个工作，叫做编解码。当然，我们把这3个独立开，比如说第一个，真的叫做编解码。第一个真的叫做编解码，啊 ，code encode， 叫编解码。第二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在这儿说到的数据的加密和解密。当然，有加密一定有解密，啊，那么这个地方要有加密有解密。第3个是什么呢？我们常用的压缩与解压缩，这3个工作都是由表示层来完成的。啊，再说一遍，编码和解码、加密和解密、压缩和解压缩，这3个工作是由表示层来完成的。其实表示层呢，主要负责的是数据格式和编码。比如说应用层说了，刚才我们说应用层提供人机接口，说了 OK， 这是个流媒体文件，啊，这是个电影上什么什么文件啊，你可以去播放，拿播放器播放，应用层的事情做完了。大家有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比如说新上一个大片儿，对吧？然后呢，这个有下载了，然后呢你就去下载，下载完了一个电影以后呢，你看我在这儿看挺好，你说我没有时间了，拿个 U 盘拷回去。当然，我刚才说过了，拿 U 盘拷数据这件事情不叫做数据通信，但是呢，这里面依然会有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说，或者说你拿 U 盘拷回去，或者说哎你在 QQ 上传给我，啊，或者说你告诉我你下载的那个位置，我回去自己下一份 ，OK， 那么你回去自己从网上下一份，这个就叫做数据通信了，对吧？然后你下载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片子你看不了，说，然后你就会打电话或者通过 QQ 啊，对吧 ？QQ 能用，然后你就问我说，哎，你用的什么样的播放器啊？我告诉你，我用的是什么什么播放器。然后你也下载了同样的一个播放器，你发现还是看不了，为什么？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可能你的播放器会提示你，你没有该
视频文件的解码器，比如说 XDIV， 比如说 MPEG-264 等等一系列东西，你会发现你没有那个解码器，这就是表示层的事情。特别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片子我打不开，打不开以后怎么办？应用层，应用层说，应用层的事儿吧，是不是这个播放器坏了？哎，拿另外一个片子，你发现能打得开，那应用层没事儿啊，那就是表示层。你什么？你没有那个解码器。当然，首先你要在这个东西啊，首先你要保证你的数据文件是有效的，你别回头下了一个这个文件大小就不对啊，或者被篡改过的，那是另说。就是如果文件没有问题，表示层负责了这样一件事情。第三个绘画，啊，我们来第三个介绍绘画层。绘画层叫做 session， 啊，叫做 session。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层次是用来建立、维护和管理绘画的。事实上，这个东西是由操作系统来帮我们提供什么呢？来提供程序之间不同的这个播放啊，或者说程序之间不同的这个 ID 的，区分不同的程序的。啊，这个叫做绘画层。比如说，还是拿看电影这件事情来举例子。那么对于应用层来说，你其实可以完全开两个，对吧？你可以完全开两个，或者说，比如我们打游戏、打网游啊，都有双开，对吧？我们可以开两个窗口，然后一个大号带一个大号带一个小号，对吧？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玩，对吧？长经验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么在这个里边，你想想看，你的操作系统里面同时开启了两个同样的程序。操作系统为了将其分开，必定会有一个进程。那么也就是说，连接服务器的时候有两个绘画。当然，现在的网游不止两个，啊，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绘画层，多个程序或者说一个程序运行多个的时候，它是可以有一个操作系统层级的区分的。这个东西就叫做绘画。好，从这儿往上，这三层我们介绍完了，大家会发现，哎。这三层真的都是操作系统的事情，无论是编解码啊，你解码器，还是你的播放器，还是操作系统如何去确认这个东西啊，确认这个程序，都是操作系统的事情。所以说，我们通常情况下认为上面的这三层高层是软件的。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传输层。第四层我们叫做传输层，传输层呢在英文里面读作 transport layer。啊。那么传输层主要负责什么？建立主机端到端的连接。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啊，传输层是建立从 A 点到 B 点啊，或者说从 A 主机到 B 主机的这么一个连接，啊，这么一个连接，它才描述的是从谁到谁的一个什么样的连接。前边的啊都是自己的事儿啊，其实都是主机自己的事儿，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啊，这是传输层。再往下。网络层啊，第三个层次，第三层网络层。网络层呢，在我们的英文里面叫做 network layer， 啊，叫做 network layer。对于网络层来说啊，网络层其实非常简单，它的功能，在这儿呢，寻址和路由选择啊，其实是一个功能。那么网络层呢有两个功能，一个叫做编址，注意啊，不是编码了，是编址。第二个叫做寻址。第一个叫做编址，第二个叫做寻址，啊，它有这两个功能。那么网络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 IP 地址。你如果说 IP 地址不对，对吧？我们知道都知道访问不了。那么这个 IP 地址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编址。那么寻址是什么呢？就是路由啊，寻址就是后面我们要谈到的路由选择。好，然后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层次，第二层。第二层呢叫做数据链路层。叫做英文叫做 data link layer， 啊 data link， 数据链路层负责什么呢？负责提供介质访问，就是你终于要把这个数据发出去了，那么你要提供介质的访问，然后呢提供链路的管理，就是这个链路到底能不能用，啊这个都归数据链路层管。比如说这个网线对吧，插上去以后到底能不能用，好不好用，或者说无线的这些东西能不能用，这些都归数据链路层管。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提供了介质的访问和链路的管理。事实上呢，对于数据链路层来说，它主要提供的是什么功能呢？它第一个功能呢叫做寻址。注意啊，数据链路层其实是有寻址的。第一个功能呢叫做寻址。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 MAC 地址就是数据链路层的寻址。
啊，这是第一个功能，当然有编制了。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介质和链路的管理，就是我下边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介质，是有线的，是无线的，是光纤还是网线等等一系列问题，都由这个数据链路层来完成。好，我们最后一个，第一层物理层，物理层英文叫做 physical layer， 那叫做物理。那么它负责的就是一个传输比特流。事实上，在物理层呢，它负责的应该是什么呢？叫做调制与解调。叫做调制与解调啊，有一个设备叫做 modem， 叫做调制解调器。那么它负责的应该就是调制和解调。它负责什么呢？其实，在物理层上面，它负责的是把你上边注意，第二层往上，它们所代表的数据或者说所拥有的数据，都是在计算机内的二进制。你甭管怎么样啊，虽然说我们说前三层看起来更像是软件的，但事实上，这个数据报文啊，或者说这个数据格式、数据。到了这个第二层之前，都在你的计算机里边搁着。真的到物理层的时候，才是真的是通过线路传递给别人。那么在通过线路传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在线路上再去保存那些二进制了，因为二进制呢，总的来说是一些逻辑的东西，你要把它变成一些信号啊，比如说，所以说它在这儿它叫做比特流的传输，就是它真的把这个东西传出去了啊，它真的把这个东西传出去。那么这种传递叫做什么呢？叫做调制和解调，就是把你的逻辑上的二进制变成了这个物理上面的这个比特流。比如说，如果是网线，它会规定什么样的电压叫1，什么样的电压叫0；如果是光纤，它会规定什么叫1，什么叫0；如果是无线，它也会规定什么叫1，什么叫0。啊，所以说在这里边，物理层主要提供的是调制和解调，这是整个 OSI 7个层次。1、2、3、4、5、6、7，我们从上到下依次对于 OSI 功能的一个介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OSI 功能的一个介绍。好，